在這個點上，我是特別心疼楚晨陽的。但是他做的事情不該讓人心疼，就堅持自己就好了。最開始的時候他還是掙扎呀，他還是有掙扎呀，到後面的时候坦然面對了呀，对吧？咱们放鬆了。太久不見了，怎麼樣？新劇如何？有新的角色了，他的名字叫做楚申阳，可以去觀看一下。然後因為這部劇呢題材比較特殊，算是就是比較新穎吧。然後這部劇呢，其實因為它的故事也好，因為它的人物也好，然後所有人都可以去觀看這部劇，對。然後而且這部劇的立意啊也好，或者說它的一些就是故事本身的一些內容也好，其實挑選觀眾的這個還是沒有那麼局限，還是比較寬泛的，對。後勁兒挺大的。這個劇是7月份拍的，我記得是7月份拍的《長路初心》。達康書記也在。就是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比較新鮮的一個題材，因為之前也沒演過這種類型的題材。反派角色也算是個挑戰吧。其實於我而言，我不覺得他說是一個就是反派角色或者怎麼樣。如果大家整個全部看完了的話，就是在放飯的時候，然後我看了，然後对大家对這個楚申陽這個角色都已經有點恨之入骨了。他不是壞，我都不能說他是，就是他只是揭露一些真實的事情，就是很實在吧。楚申陽這個人本質他是一個很驕傲的一個人，他需要有一個體面的結局，尤其是在前期，他自己心裡過不去那個坎兒。所有的在他身邊出現的那些資源也好，誘惑也好，他沒有辦法順理成章的去接受，慢慢的心理是一直在變的嘛。他本質上不是一個說有多壞的人。其實我們看前面楚申陽這個角色，他差別比較大。那如果楚申陽他前期就是他的一些所經歷的一些事情，對於他整個的後期來說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導火索，所以說他更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一個活生生的一個人。我覺得更希望把他稱之為一個人物，他並不是說是一个傳統意義上的一個反派人物，並且在這個過程當中，他自己的野心也好，他自己的自信也好，受到了很大的打擊。他的底色是自卑自大又沒有底線。後期吧，最有挑戰的階段其實是中期，就是當他開始去在這個單位裡面去做小職員的時候，然後一路其實是升到後期最大的位置，因為那一段時間他所經歷的事情是最多的。就比如說我在拍這部戲的時候，每次都在想，我應該如何能夠在這樣的環境裡面存活下去，這個才是我覺得是當時表演的一個最難的一個點吧。對，就他經歷了太多的事情了，而且如果他稍微一不注意，對於某一個人或者說是某一層關係稍微有一點失誤，他可能就不會走到最後的那個階段。
我想想，當時現場拍的時候是哪一幕最費勁來着？就是審訊室的那一大趴戲都不好演，審訊是一天拍完的，我要把整個人所有從頭到尾所有的事件全部都盤完了以後交代清楚，還要設想他在每一個階段他遭受了什麼，然後，並且他对於眼前就是聊的這個人，他還要有很多的不同的態度。但是在故事裡面，它是分開了很久的时間。最心疼楚生阳的點，其實是在於龐叔在後面的時候，他說了一句話。龐叔說：“這麼多年以來，你心裡邊的這些話，其實也希望能有一個人說一說吧。”是這樣的，他心裡面藏了太多的秘密，他沒有人能去聊，因為他的身邊沒有任何一個值得信任的人。所以他沒有辦法去說，這就是當時坐在沙發上看着，他腦子裡面其實我當時還有一個點，新的觀眾就是發現了，就他那個眼角就是在這個位置有淚痕，所以就是那個一點我其實有交代過，就是關於他愛不愛林思佳這件事情，他其實是在就是中間有一段時間的時候，他其實是愛上過的。就他肯定是愛的，他並不是說是不愛，他一定是愛的。但是更多的一層面，他不是說是因為愛這個女人他才會哭泣，他才會流淚，他的那個內心的情緒波動，他覺得他走這一路特別的可笑，很諷刺。我自己親手選擇了一個能夠讓我往上走的人，但是我又親手要把他給就是毀掉。然後在這件事情結束以後，我又不知道我接下來的要怎麼樣去走，好像我只能往前走，我回不了頭。所以說在那一刻的時候，他想了很多，他背後的那個目的是推着他往前走的。對，所以說那個節點的時候，他內心當中呢是很複雜的。那個目的我不剧透太多啊，因为还有很多觀眾肯定沒看劇。所以說我覺得我拍完這部劇以後，反正我希望有一個警醒的作用吧，就是還是要保持自己的初心，保持自己的本心，就是千萬不要像楚生陽一樣，因為大家每一個人都是很強大的，大家每一個人都是有原則的，所以說在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，不要輕易的去低頭，我們要去弘揚正能量。对，他藏完行李箱那一段的時候，也是因為回不了頭了嘛，就是親手把自己的前途給埋葬了。沒錯，沒錯，是會越陷越深的。所以最開始的時候，我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，其實我覺得它的意義是很重要的。短劇能出現這樣的一個劇，以及類似的題材越來越多的時候，其實會讓更多的人去能夠看到短劇在一步一步的變成什麼樣子，然後並且在這個過程當中，大家會就說講關於羞恥心的一個事情，慢慢的放下自己的羞恥心，去說 OK， 我在看一部短劇，或者說我在追一個短劇行業的某一個從業者，就是我覺得這部劇的意義其實也很重大，因為它的出現讓大家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。謝謝大家支持，加油朋友們。